8月11日星期一，这周末又见证了一次小飞侠之水，鸡嘴男星的机器人控评组换了皮下，新官上任狠心买了权重赞，而且一口气买了16个。一开始前排16动都不带动，但后排因为前排发大水全是乱序，后来2个小时一到，前16瞬间全没了，都不是慢慢掉，是一下子掉到30名开外，查无此人了。前排全是小飞侠，这种操作其实我们见得多了，以前也有好几个买这种赞，只为截个图回去维稳，也就是骗骗自己的把戏了，但最后都被瞎耙子治水成功，钱白花了呢。最近内娱好无聊，不过吃到老皮电影扑街瓜，秒醒吃瓜使我快乐。老皮电影扑街，大家也是喜闻乐见，害人者终被反噬，果然只要时间足够长，就啥都能看到。在围观老皮的笑话，这一次可以说是从号召力、演技全方位被掀了老底，预售不到3000万，根本没有粉丝，也没有观众缘捏。最可怕问题的是没有演技和对自我的认知偏差。据说他在电影里疯狂耍帅，加了很多和电影主线没关系的调情戏，演得犹不可耐。去年扑的那部电影，老皮投了不少钱，最终票房只有7000多万。在电影里他也疯狂耍帅来着，他不会真的以为自己很有魅力吧？有网友说，现在很多演员是把自己放在角色之前的，只想展示自己，根本不考虑角色需不需要这样的表演。事实证明，这样的演员还是太多了。以前营销号总说他是电影圈看门狗，以后估计连看门狗都做不了了。好资源会离他越来越远，他还能防爆谁呢？到目前为止，老皮已完成文艺片、爱情片、商业片，大满贯扑街，扑的片子不少，据说已是连3扑了。扑的这么声势浩大，臭名昭著的倒是难得一见，连老皮控自家养了好多年的后花园电影票房组都有点吃力了，可见扑的有多惨。而老皮电影扑街，最开心的应该是4字粉了吧？老皮和4字弟弟明争暗斗好多年了，当然啦，万人雷的老皮，看得出来他扑街大家都很高兴呢。今天新乡印预告校战首唱我们，新乡印新发布的明晚的直播预告，主持人又超常发挥，直接 Q 了校战的新歌我们，而且还现场清唱起来了。这还是这首歌的说唱吧？虽然可能只有1、2句，但还是不容错过啊！明晚7点半，记得收看。还有网友说，校战以前的笑声是嘻嘻嘻，现在的笑声是老前锋的哈哈哈。我觉得笑声的变化也能反映他心态、地位的变化。这种笑声之所以被叫做老前锋笑声，是因为很多成功人士都这么笑。人以群分，他们的笑声之所以会相似，肯定是有原因的。我觉得第一是内心的自信，其次是有领导力，才会发出那种有底气的、爽朗的笑。所以管中窥豹，校战生活里也是妥妥的成功人士。有网友说，我有时候也会说，看到校战的状态，就像看到了2019年的他，比如新乡印新发的预告，就嫩生生的。但是我这话的意思并不是说2019年的校战更好，只是因为2019年是很多人刚认识校战的时候，是为了强调校战驻颜有术，这么多年依然如初见。从气质上来说，我始终认为如今的校战是最完美、最有魅力的。而有些人天天在那说什么想念2019年的校战，觉得那时候的校战眼睛里有光。奥特曼吗？眼睛里还有光，而且这么多年了，如果还是当年刚爆红那个精神状态，只会让人觉得毫无长进。在我看来是会祛魅的。脑子里浮现出好多为了装嫩而装嫩明星，什么样的年龄就展现什么样的气质，既真实又能让人觉得舒服，这才是长红不衰的秘诀之一。而且我是真的爱熟男气质大过当年的萌新气质，所以说护肤品、化妆品这些就是要找校战这样的才有说服力。YSL 每次广告都是超近的对脸镜头，而且是高清镜头，能看到脸上绒毛那种，好皮肤看得见，而不是靠 P 出来的。化妆品也是，妆容服帖自然是最高级的妆效，这种广告才会让人看了有购买欲。今天看到了别的明星的杂志丑图，这些杂志为了所谓的时尚感和创新，真的是给好多艺人做了很多稀奇古怪的造型，设计很多诡异的动作，把普通人欣赏不来的东西等同于时尚。
其实完全是在把明星当玩偶。还好肖战没遭过这份罪，拍的封面大片都是符合大众审美的，不用刻意穿丑衣服、做丑发型，也很有时尚感。一方面是他自己有足够的审美，不会被忽悠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话语权够大，不会被摆布。真好。最近吃到耽美6的杂志销量瓜，肖战自2021年起不显示杂志销量太明智了，省了多少拉踩攀比，不止一次感慨肖战有先见之明。有营销号爆料，杂志可以和封面艺人聊分红，难怪有些艺人不停拍杂志。杂志销量数据看着也不错，但高奢 title 差，待遇也不行，还被品牌内部人士吐槽货分少，艺人不带货。如何判断艺人是否参与分红？不隐藏销量的有可能参与，隐藏销量的铁定没参与。耽美6的瓜就是集资买杂志不运回，然后他们的大粉就失联了。追星最傻的就是把买代言或者杂志把钱交给大粉代买，光是一次杂志代买不运回就太多灰色空间了。大粉可以买一套海景房的案例，这放在内娱不要太多，都是散粉们的血汗钱。我看耽美6粉丝说有了销量才有商务，是为了以后接商务赚更多的钱，这其实也很忽悠散粉。散粉自己不会下单买杂志冲销量，干嘛要给别人钱代买啊？经了好几手的稿，还得分杂志社一份，脂粉海景房一份，剩下的才是艺人本人的，还不如直接给艺人本人，这钱直接打给艺人本人不是爽翻了？然后那个叫子瑜的男明星不是塌房了吗？他家大粉看生粉没人理他，非得找人撕就去手撕局静一了。第一次见到有粉圈成立后，男明星的第一站不去打同期生，是去打女明星小花的，真的是第一次见，好奇怪的操作。我最近还有吃到谍报任少白的瓜，主要是没看过这豆瓣小说，就有网友问看过的博主，任少白父亲是个什么人？是个国民党将领，挺高级别的，抗战牺牲了，所以少爷一心要上战场，最后被老妈拦了。想起任少白每次被上级怀疑的时候，他就小嘴一瘪说我去烈士陵园给老爹上坟了，主任说好好好，算我多余问。然后任少白妈妈那边外公外婆家族家世显赫，外公还给他留了一片房产，亲妈留了个人专门帮少爷收租，躺着都有钱。总结一下这个任少白人设的几个超级大萌点：一、近视眼，但不自知，以为世界就是这样朦朦胧胧隔着一层雾，直到去考飞行员被拒才发现自己原来是近视眼，遂转投黄埔军校。二、绍兴人，第一学历本是中央大学数学系，高质人才，学着学着发现学数学救不了中国人，一些绍兴人血脉觉醒，于是弃文从军，毕业正成了黄埔军校。网友笑称诺贝尔没有数学奖完全因为我家少爷弃笔从戎，哈哈哈。三、黄埔军校毕业后想上战场，母亲一个电话直接打给了宋美龄，我们老人家不能绝后啊，于是被安排在清闲的政府部门，并且成为国防部每天第一个下班的人。当然他下班也没闲着，南京核心地段一条街都是他家的，收租也是很辛苦的好不好？四、绝顶聪明的狐狸精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三言两语就能把人说得晕头转向。别人被怀疑马上静默潜伏洗清嫌疑，少爷被怀疑立刻从南京大闹到重庆，咱家今晚就是要让委员长睡不着觉。五、确实不应该怀疑我们少爷，毕竟少爷来上班都是纯玩票，谁能想到少爷居然还长出来了信仰。当然，虽然我们少爷什么手脚都动了，但是就是不能怀疑他。小小的劳资脾气暴，我们是精灵魅魔也是精灵恶童。在小说最后吃瓜说任少白是新中国驻马来西亚的外交官，继续情报工作。以上关于任少白的所有人设爆料，全是来自书粉的聊天瓜，我也是评论区吃瓜抄来分享给大家的。实际人设还是要等谍报上部封顶播出后为主哟。快乐就是，就像和那个什么差不多，快乐就像。